其实萧长坤平时没这么大胆，今儿个敢跟飞机上的安全员龇牙咧嘴，完全是因为2000万的数额实在太大，酒能壮怂人胆，钱也一样，3万5万不敢龇牙，300、500万恨不得就敢杀人了。更何况这可是整整2000万，而且是等于萧长坤自己扔出去的2000万，还他妈扔进了仇家的兜里，这更让他恶向胆边生。可是马兰的一番话顿时让他冷静下来，进看守所那能有什么好下场？马兰进去2、3天都要断条腿出来，自己要真被拘15天，还不知道得遭多大的罪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敢继续跟那安全员抬杠耍横，只能颓然无比地坐回座位上，委屈的眼泪都流了下来，紧攥着马兰的手，无助地问：老婆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我以为那东西不值钱，30万就给卖了，可没想到它竟然能值2000万，这不是亏到姥姥家了吗？我心里好难受啊。马兰赶紧一边摸着他的手背安抚他，一边开口问道：老公，你给我好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萧长坤也怕丢人，就凑到马兰耳边说道：之前吉庆堂的经理周良运回来了，那孙子以前打过我，我心里有点不爽，刚好张二毛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愿意帮我整他一把，我们就寻思着找个假东西卖给他，让他打眼，也顺便赔点钱。张二毛帮忙牵线，给我找了一个做旧的铜佛，我花9万8买了下来，昨晚上让人30万卖给周良运了，哪能想到那东西竟然值2000万。马兰听完直摇头，忍不住吐槽道：老公，按说咱俩都重归于好了，我不该骂你，但是你这件事办得也太蠢了，传出去都得让人笑掉大牙。萧长坤哀叹一声：哎，现在说这个已经没用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把钱要回来，总不能让姓周的这么轻松就把这2000万都揣进自己兜里吧。马兰想了想，开口道：你给我说说具体细节，你们都是怎么骗他的，用什么故事骗的他？萧长坤便把张二毛编的故事跟马兰说了一遍。马兰听过后眼珠子一转，立刻说道：有了，张二毛不是让他的小弟冒充是从家里偷出来的东西吗？那就再找个人冒充他小弟的哥哥，直接去找周良运，就说那东西是他爹传给他的，结果被他弟弟偷着卖了，现在要求他还回来，把30万退他，他要是不把东西还回来，就直接报警，按说这东西属于赃物，警察应该会帮忙追回来。说着，马兰又道：你没看网上说吗？未成年人拿父母的手机买东西充游戏，只要家长去投诉，那都是要退还的。张二毛的小弟虽然是成年人了，但他也不能偷他爹的东西出来卖啊。萧长坤听完这话，眼睛顿时一亮，激动不已地说道：哎呀，老婆，还得是你啊，这办法肯定行啊，我这就给张二毛打电话。马兰见飞机此时已经被缓缓推出，赶紧催促道：你要打赶紧打，飞机已经动了，一旦上了天，可就不能打电话了。好，萧长坤激动地说道：我这就给他打，这事儿他要不给我解决，我就让好女婿整死他。他是洪五爷的小弟，洪五爷对咱女婿毕恭毕敬，只要我把好女婿搬出来，对张二毛来说压力肯定是足够的。好好好，马兰点点头，有些激动地催促道：那你快点打电话，别回头买东西的人走了，找不到了。好，萧长坤拿起手机，立刻给张二毛打了过去。此时的张二毛还以为萧长坤起飞前肯定不会知道这件事，可没想到萧长坤此刻又给自己打来电话，他顿时便有些紧张。不过紧张归紧张，他也不敢不接萧长坤的电话，而且他也很想知道萧长坤给自己打电话究竟是因为什么，是不是虚惊一场。于是他便按下接听，故作轻松地问道：哎呀，萧会长，您不是应该快起飞了吗？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啊？萧长坤脱口道：张二毛，你听说了没有？昨天咱们卖给周良运的那尊铜佛是他妈北宋的，周良运今天上午已经以2000万的价格把它卖出去了。张二毛一听这话，
脑袋一炸，冷汗就流下来。他吞了吞口水，故作好奇地说道：是吗？有这事吗？没听说啊，那东西是北宋的，不太可能吧？萧长坤骂道：你他妈以前还号称古玩街万事通，怎么没有我的消息灵敏呢？你赶紧联系你那个小弟，再找个人冒充他哥哥去找证人，把东西给我要回来，就说那东西是你小弟偷出去的，属于赃物，必须退还。张二毛额头已经被冷汗浸湿，心中绝望的暗骂：他妈的，还真是怕啥来啥。紧张不已的他连忙开口道：萧会长，这件事儿可没你想的那么好操作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想通过法律手段把那东西拿回来，首先就得证明我们没有撒谎。你周良玉那边报警，把警察也牵扯进来，到时候一调查查出具体情况，我们不就尴尬了吗？说着，他又赶紧提醒道：萧会长，您现在是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又是下一届会长的热门人选，要是爆出去您参与这种事情，那您脸上也挂不住啊，对您的名声肯定有影响。萧长坤不假思索地说道：这件事情你去办就好了，别把我牵扯进来不就行了吗？东西是你的小弟卖的，你跟你小弟把这件事情摆平就行了，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。张二毛擦了把汗：萧会长，您说的这种事情我也不好出面啊，要是让五爷知道了，说不定还会怪罪我。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：五爷怎么了？我也见了我女婿，不也客客气气的吗？反正这事儿我不管，你要是不帮我把那尊铜佛要回来，我就去找我好女婿，让他去找五爷要个说法。张二毛顿时懵了，连忙道：哎呀，萧会长，这种事就不必要把叶大师牵扯进来了吧？叶大师为人刚正不阿，他要知道咱俩做局卖假货坑人，说不定对咱俩都有意见。萧长坤反问他：谁卖假货了？我就问你，谁卖假货了？那他妈值2000万的东西，30万就给卖掉了，那他妈是卖假货吗？张二毛带着哭腔道：萧会长，别管那东西值多少钱，性质是这个性质啊，只能说咱俩学艺不精，打脸把好东西当假货卖了，但不能改变咱想拿假货骗人这个事儿啊。萧长坤死皮赖脸地说道：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个，我就一个诉求，你去把那东西给我要回来，30万我一会儿直接打你卡里，别的我就不管了，你要不给我解决，我就去找我女婿，算我当我女婿的面，承认我有坏心眼，我也要把这东西弄回来。再说我女婿就算知道了，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张二毛真哭了，抽泣着说道：萧会长，叶大师不会把您怎么样，可我就不好说了，我张二毛能有今天，全靠叶大师在五爷面前为我说好话，要是叶大师知道我跟您一起整这些臭不要脸的事儿，一个不高兴我就完了啊。萧长坤愤怒质问：你说谁臭不要脸呢？怎么就臭不要脸了？要不要脸这主意不都是你出的吗？要不是你跑来跟我逼逼，我哪知道周良运回来了，要不是你给我出这个馊主意，我怎么会损失2000万？张二毛委屈不已地说道：馊主意确实是我出的不假，可是您没损失啊，你花了9万8的成本赚回来30万，您的净利润有20万零2000，您怎么能说您损失了2000万呢？而且您说您东西卖亏了，可要不是我出这个馊主意，您根本也得不到这件东西啊，您又怎么可能说您损失2000万呢？萧长坤知道自己没理，但此时也顾不得这么多了，脸也不要了，直接敞开了说道：张二毛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你说我有理也好，没理也罢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就是你必须把那东西给我拿回来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东西我就找你要，你要是拿不回来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这时空姐走到萧长坤跟前，开口道：先生，我们现在要进行客舱安全检查了，请您不要再打电话了，将手机关机或者调整至飞行状态。萧长坤不耐烦地说道：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结束。说完赶紧又对张二毛说道：张二毛，
我大概9个小时之后落地迪拜，你最好在9个小时之内把东西给我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别怪我不讲情分了。张二毛绝望了，真去找周良运闹事，他是万万不敢的。倒不是说他怕了周良运，而是这件事情现在的影响已经很大了，一旦他真的出面，那就真的要臭名昭著了。所以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萧长坤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，不要再试图把东西从周良运的手里要回来了。可是眼见萧长坤完全不放过自己，他只能哽咽着哀求道：萧会长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您就算不看在这次我主动帮您赚钱，哪怕是看在之前我自己掏腰包花50万收了您买的假货，您也不能这么逼我啊！萧长坤眉毛一立，什么意思？之前你说我那东西，不是说那是我捡了个大漏吗？张二毛哭着说道：捡什么漏啊，捡漏！萧会长，我张二毛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就不是玩古董的这块料。您之前买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，全是假货垃圾。我是看在叶大师的面子上，想投桃报李，所以才花50万收了您一件假货。那东西现在还在我家里摆着呢，您要不信，等您回来，我拿给您看看，您看看是不是当初您卖我那件。萧长坤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又羞又恼地说道：这也是你说的，假也是你说的，我他妈知道你哪句是实话。而且你也不要给我岔开话题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落地之前你必须把东西给我要回来，不然我跟你拼了。说罢，他直接将电话挂断，随后愤怒地将手机变成了飞行模式。一旁的马兰好奇地问道：那个张二毛怎么说啊？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：他磨磨唧唧，不太愿意办，我不管那些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，咱落地迪拜之后，他要是还没把东西要回来，我就直接给郝女婿打电话，让郝女婿帮忙。马兰重重点头，说什么都得把那东西要回来，这可是2000万呢。